原来《西游记》中的女儿国在历史上可能真的存在。东女国，一个被史书记载过的神秘国，极有可能就是《西游记》中女儿国的原型。那是一个女性地位很高，连国王官吏也都是女性的国家。这让我非常好奇，这个地方今时今日还能找到吗？如今那里的女性生活还能看到女儿国的影子吗？据说东女国的地理位置大概在如今川西某处。于是这次行程，我从成都出发，去寻找那片神秘国。300多公里后到达丹巴县，在丹巴的街道上，我看到很多店铺啊，它取的名字里面就含有东女二字。整个丹巴县城是沿着河谷而修建的，非常的窄。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和中国最窄县城云南昭通的盐津县一较高下。城外有条河，这点的确是与《西游记》中的女儿国相似，但丹巴县城的地理环境却并不符合古人的定居选址标准，主要是太危险了。想要一探古老的东女国遗存，还得朝着山上行进。山腰上一座座外形像城堡又像烟囱的建筑引起了我的好奇，这些碉楼会与古老的东女国有关吗？现在在整个碉楼的楼顶相当于是第11层，古时候的人都能建这么高的碉楼了，如果不是亲自来看一下，真的还是挺难想象的。这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，应该是不亚于摩天大楼级别的了。丹巴被称为千碉之国，目前保存下来的古碉楼大都有800年以上的历史，大多数碉楼高度至少在30米以上。《旧唐书》中说，东女国其所居皆起重屋，王至9层，国人至6层。据碳十4测定，现存的丹巴古碉楼最古老的有800到1000年的历史，那么书中说的重屋可能就是碉楼。东女国时期，从女王到平民都居住在碉楼里面。丹巴的碉楼特别多，有的呢是以家庭为单位修建的，它可以用来居住，可以储物，也可以用来彰显财富；有的是以整个寨子的名义修建的，但总归啊，他们的最主要的共同目的就是用来防御。那碉楼的里面到底什么样子呢？我在寨子里找到了一处保存良好的古碉楼，走进古代的楼房里面去看看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碉楼就据说啊有800年的历史，像这种独木梯啊，他们这个上起来现在觉得挺不方便的啊，但是在以前，你看都是很具有防御功能的。如果说有土匪上来了，对吧？我把我这个梯一收，这个土匪在下面看得到他上不来，只能干着急。碉楼比较靠下的部分应该是居住，然后储物。你看越靠上，它的这个窗口就越小，最主要是用来观测。然后从这个侧面是能看到它这个厚度啊，差不多60公分啊。所以这个碉楼里面呢，冬暖夏凉。除此之外，女王时期女性的地位在今日丹巴依旧传承保留了下来。加绒藏族的加绒一词在藏语中含义为加莫查瓦绒，意为女王河谷的农区。这个名称可以说是东女国女王统治时期的直接传承与见证。女性的地位也高，不光是在寨子里面嘛，可能出去以后在单位上班也好，对社会家庭都他付出大嘛，自然他家里的地位也高。男性只是干重活，男性的生活状态比较松散，女性的话他就比较紧凑一些，但是他地位也高，自然他也比较辛苦。丹巴至今还保留着未年满17岁的女孩们举办公开盛大的成人礼的习俗，而男孩们的成人礼则没有这种待遇。与《旧唐书》中记载的东女国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无一吻合了。以上种种并非是一种强势的女性至上或者极端的女权主义，而是女性由于在社会家庭中付出的更多，而自然收获的尊重，从而被整个社会予以肯定推崇的和谐氛围。那这片土地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，能滋养出东女国如此特殊的文化？丹巴位于川西高原通往藏区、羌区及汉地的交界地带，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在这里交汇。相传西夏国灭亡后，一支王族后裔就曾逃难至此，或许是得益于多族群的交融，加绒的女孩们生得格外美丽，丹巴因此有美人谷的浪漫别称。同时由于文明交汇无法避免带来冲突与争斗，丹巴藏寨从选址到建筑都带着深深的忧虑意识和危机意识，寨子都修建在山坡上，直到100年之前才慢慢有了房屋。碉楼的居住防御功能逐渐成为历史。东女国在其他史书上记载并不多，以至于具体什么时候灭亡的也尚不可知。他们存在过的这方天地里，海拔2000米的宜人环境，碉楼、峡谷、河流、雪山，组成了一个比《西游记》中的女儿国更美的美人谷。